风向龙凤配，我是谭阳龙，我是陈凤馨，带风向，我来跟风向。你的晕头转向。今天这一集呢是龙年的最后一集，风向龙凤配。我们下次见面呢就是蛇年了。蛇年。好，今天呢要邀请我们2位来宾呢，一起跟大家谈一谈国际上面发生的一些事情。一定会谈满满的川普，因为他终究呢在颠覆美国、颠覆世界这件事情上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好，首先呢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郭正亮亮亮，大家欢迎，大家平安，新年快乐。接下来是大家非常喜欢看到他的赖岳乾赖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新年快乐！我是喜欢，你是喜欢，我是非常喜欢。一直用郭正亮只要有声音就，你只要有声音就行了。你为什么要讲那么白的？好，不过我们先从川普开始说起啊。当然，川普的就职典礼，很多人已经解析了非常的多了，而且呢，他即将在美国内部所带来的冲击变动，我想很多人呢已经感受很深刻了。不过我们还是谈一谈中美竞争关系在川普来了之后可能产生什么样子的变化。因为我想很多人从就职典礼当中呢，从他的演说就已经很敏感的感受到说，他没有说中国是美国的威胁耶，他也没有在里面特别提中国在贸易失衡上面对美国产生的影响，都没有。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国际的、贸易的，通通都没有。只有在巴拿马运河，为了要拿回巴拿马运河，他把中国的名字拿出来提一提，说你看中国现在在控制巴拿马运河。可是除此之外，他没有特别的来谈中国。当然，事后他在记者会当中说：“哎呀，你如果不处理芬太尼毒品的问题的话，那我这边呢，其实就要扣10%的关税。”可是这段话居然还在对加拿大跟墨西哥之后才提到，所以很多人就敏感的去思考说，之前你跟习近平通电话，很重要的是他要在100天之内访问中国大陆，所以已经有日本媒体呢提出来说，那他在访问中国大陆之前，应该不会对中国大陆加征关税，也意味着双方确实有交易谈判的可能性。这时候呢，川普所任命的这一位官员其实这一位官员他的这个层级并不是非常的高，是美国的副助理国务卿其实层级并不高。可是呢，因为他是国防部副部长科伯级的爱将，所以大家对他的谈话呢就会特别的重视。这一位官员呢，他说，就算是呢美国就是丢了台湾，那美国人也不会如何，美国会照样过好日子。他这里面讲得很坦白，说台湾是美国的重大利益，但并不是生存问题。那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川普他处理台海之间跟北京打交道的时候所采取的态度？所以我们必须要去重视一下这个中国大陆的学者郑永年，因为呢他在中国大陆的决策圈当中，他的建议权其实还蛮高的郑永年提出来说，中美关系会迎来大机遇，而其中会不会有第4公报，这一点值得观察。因为如果中国大陆要求川普签下的第4公报明白表达反对台独，这北京来讲就很重要了。可是川普会不会觉得它不重要？好，这是我们可以观察的一个重心点。所以呢，我们看到英国的媒体《每日电讯报》就提出说呢，中美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些不确定性，那可以用几个观察的重点来观察这个川普以及习近平之间的互动那这里面当然包括了解放军的动作啦，也包括了习近平跟川普之间的关系。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在中国大陆的美国企业，其实他们还是非常忧心未来的中美关系。52%的受访的美国企业在中国大陆运作的美国企业，他们担心未来4年之内中美关系是会恶化的。其实这比例是比过往4年都要来得高，所以川普带来的不确定性，至少从美国企业的角度来讲，还是先偏向悲观的。怎么看？这样？
我觉得首先要看川普的处境啊，因为他只能当4年啊，而且明年就有期中选举，所以川普是希望有成果的啦啊，所以你可以看他就职演说，比较复杂困难的问题他都没有讲，包括中美的问题，包括俄乌战争，包括企业所得税要21降到15，对，包括格陵兰，他通通都没有讲啊，他着重的是内政啊。内政他讲得非常白，因为他觉得他做得到。对。那第二个叫退群。对。那第三个就是讲比较容易处理的，比如说巴拿马运河。对。所以我觉得他虽然表面上很多吹牛啦，可是他是精明的啦。啊，那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已经当过一任了。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已经比较老练了啦。啊，那对联邦政府的控制也远胜第一届。所以他这一次绝对不允许有共和党建制派来从内部来破坏他的那个 agenda。那中国这边也是一样哦，因为中国大陆历经了6年的贸易战、5年的科技战，大概也摸底摸熟了啊，而且中国大陆也长胖长壮了，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也比较有自信啊。可以跟美国来好好真正谈一谈。你刚刚讲中国大陆也长胖长壮了，可能跟很多西方媒体的叙事是不一样的。他们会觉得中国大陆现在是最虚弱的时刻。那个西方都改调子了啦，因为包括《金融时报》还有《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都承认2025制造已经成功了。我跟你讲，这个选举结束之后就通通都改掉了啦。本来美国媒体就是这样啊，就是都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啦。就选前的时候说拜登做得好棒棒，选后就告诉大家说一切都没做到。当然是这样嘛，啊，那我觉得大家不要忽略川普讲的一句话啦，啊，我觉得他的就职演说有一句话蛮重要，可是都没有人在谈哦。他说，以前他都是看美国参与多少战争来看美国的成就，我们应该要加2个，一个是美国停止了多少战争，还有一个。美国没有参与哪个战争，这两句话很有意思啊。其实那是他思考主轴哦。对，停止什么战争？停止俄乌战争嘛。没有参与哪个战争？这个我们用英文讲叫 undo，就是台海战争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他想要做的事啊。那我认为他这一任就是要历史留名啊，就是第一个终结美国内政的。乱七八糟，官僚膨胀，性别多元化等等等啊。那第二个是建立 external revenue service， 对贸易顺差重大的国家确定收税，来壮大美国。那我觉得还有第3个啦，就是他要拿诺贝尔和平奖。你觉得他心里头想的是这个？当然是啊，不然讲说我是 peacemaker， 我是 unifier， 讲这种话干嘛？什么叫历史留名啊？历史留名就是你要有成果，不能只是吹牛。我认为他第1届不熟嘛，所以后来种种看起来像吹牛。那这一届，我觉得他变老练了。你从他的就职演说里，对他要有结果啊，所以我认为巴拿马运河他是一定要处理的。因为巴拿马运河他要的就是这是我的势力范围啊，所以我要介入经营权。对不起啊，你要谈的对象也是中国。所以他要把李嘉诚所控制的港口拿过来。那中国也有发言权啊。那中国难道不会顺势说，那你要尊重我对台湾的立场啊？实际上，台湾不只是中国的势力范围啊，法律、民族、文化都有关系。所以这个中国更有一套说法。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如果就中国大陆谈判的习惯是经贸对经贸，政治对政治，军事对军事嘛，一码归一码了。所以经贸一定是你要我多买美国的东西，减少贸易顺差嘛。那你要不要取消一些科技制裁？这很现实的啦。很多东西我都买不到啊，你不卖嘛。那第2个就是政治，你希望我协助处理俄乌战争嘛？你希望我协助你处理巴拿马运河嘛？那你要不要处理台湾问题？所以你觉得郑永年提出第4公报，并不是空穴来风？当然不是啦，郑永年这人不是随便乱讲话的人啊，而且
在朝大家都知道是王沪宁影响最大，那在野就是郑永年影响最大嘛。我认为这一轮川普跟习近平都是认真的，他们认为会有一些结果。那这个跟第一任真的不一样，第一任是中国大陆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贸易战，不知道什么叫科技战。那川普把关税当作信仰，他是不可能不打贸易战的啊。所以你看第一年，川普也是很谨慎啊，2017也是中美合作年啊，那2025一样也是中美合作年。可是川普不能不出手关税，所以2018贸易战就开始了啊。那2019的科技战啊，我认为川普是一个误打误撞。对，为什么呢？因为是共和党建制派出手的，就绑架了孟晚舟嘛。这件事情我们后来知道一些真相啊，因为 John Bolton 都公开讲了，说是司法部干了这个事，然后跟 John Bolton 做报告，John Bolton 并没有跟川普做报告，所以川普是被拖下水的啊。所以我认为川普的真正的信仰不是科技战，是贸易战，就是关税了啊。所以他第一任怎么可能不玩一下关税？那中国大陆也没有经验嘛，所以你这样对我，我就开始强硬了。所以后来整个搞砸了嘛，后来又碰到新冠肺炎，对，所以2019美国整个就打台湾牌，那打台湾牌就什么事都做不成了。那现在回到2025年，我觉得美国很清楚啦，你要解决很多问题，中国如果跟你没有理顺啊，你根本动不了啊。好，这让我这边请教你，是因为呢，川普他难道凭着自己就能够去做这些事吗？终究需要他的团队，可他的团队当中呢，充满了反华鹰派。对，那这些反华鹰派对于川普想要跟北京谈判交易，恐怕都是站在反对的立场，就像当年的 John Bolton 一样。那么，其实他很多的这一些任用的官员，可能对中国大陆都没有好感，不太会愿意帮他执行这件事情，让他可以放心的去跟北京交易吗？所以他这次啊，比如说司法部啦、FBI 啦，都用一些你没听过的人，就100%效忠的啦。那个国防部长 Hexes， 我跟你保证，他对外一定没有主张嘛。真正玩的就是川普跟军方啦。就柯伯吉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柯伯吉是政策次长，所以并没有处理到直接的外围的军队的调动嘛，那我认为处理中国真正的3个主要幕僚是商务部长、财政部长还有马斯克。哦 ，OK， 因为我跟你讲，他这个人也不会，比如说你刚刚也很有保留的。讲到台湾问题，你也只有讲到反对台独嘛，对不对？你也没有说他要承诺什么和平统一啦、停止军售啦，就是北京对拜登讲的嘛，对不对？因为我认为那个是不可能的，川普也不可能这样讲嘛，说我会停止军售，不可能嘛，啊，那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这中国那个川普也讲不出来了。可是如果是讲反对台独，那可以换到中国大量买美国的东西，你认为川普的一些这个安全的军方的幕僚能够对他严重反弹吗？我觉得先不要讲说什么买很多东西，因为那可能是贸易战的工具。可是你刚刚讲的这个巴拿马运河，我原本以为巴拿马运河蛮困难的，可是呢被列在他的演说当中，就是格陵兰，我以为是简单的，结果他格陵兰没提。可是巴拿马运河，我以为是是难的，你想反了。对，所以现在看起来，只要中国大陆这边跟李嘉诚这边松手，巴拿马运河的问题，他就可以对内部的民众交代了。这本来就很好处理啊，因为最后他可能要的就是股权50-50嘛。那对 TikTok 不是也是一样吗？我后来去查了一下 ，TikTok 川普早就知道这样可以解决了。本来就是，50不是51耶，而且决策权还可以保留哎。而且我跟你讲，那个字节跳动占 TikTok 的股权只有39.1%，其他除了软银之外，通通都是美国的投资机构。本来就是啊，所以本来就超过一半啊。而且孙正义也听他的话，对不对啊？他只是要一个他的国安顾问讲的，说要确定数据没有回流，那这个简单嘛，对啊，你派个读懂进去就好了嘛。对，
台积电不就这样搞，对，对不对？所以美国派了多少独董？是啊，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啦，都已经没问题了。那接下来就是巴拿马运河啊，巴拿马运河就是李嘉诚的公司要不要让股权的问题，这个也很容易处理啊。现在看起来很容易，因为你想一想啊，李嘉诚和记黄埔在世界上有24个港口，你得罪得起川普吗？没有必要吧。巴拿马政府，你如果不让，不去施压，我就直接课关税，巴拿马政府受得了吗？所以我认为，所以关键是中国，可是中国不会白白就让你，所以中国一定会说啊，你认为这个是势力范围的问题啊，那你要不要尊重我一下？所以我觉得这种问题就会因为这样被拉出来。好，所以赖老师，我觉得刚刚郑亮点出了很多的重点。其实我在看他的就职演说的时候，我当时也在疑惑的是，格陵兰没有提啊，然后还有很多的贸易战其实都没提。他提的内容呢，我整理起来的5、6点哦，都是他立即可做的。坦白说，100天之内都会有一定的成绩，不是完全啦，哈，但是会有一定的成绩。比如说这个能源紧急状态啦，然后比如说移民的这个美墨边界的紧急状态啦，你看行政命令就马上签署下去了。所以他在就职演说当中所点出来的，反而是他短期之内要去做的，我们可以视为他100天之内要做的事情。那么可是之外的事情，反而可能是100天之后我们可以去观察的。那这里面呢，中美关系在这里面就非常的玄妙了，因为选举期间扛着这个我是反华者，但是呢，选完了之后，他跟中国大陆就不断的释出善意，所以中美的未来到底要如何来观察呢？我觉得目前彼此之间还在做试探啊，因为川普丢一点，大陆就看一点。但是大陆的手法基本上就是把你当隐形人了，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大陆从川普开始抛中国议题的时候，大陆目前的做法就是不回应，不理你，看你要怎么样，那也就是我把它称之为，因为川普这个人喜欢聚焦在他身上，那这种人的情感是最脆弱的，自尊心也最容易受伤害的。然后他一下子就失去自信了，所以大陆的一个手法很明白了，就是我把你当隐形人，无视你存在，你根本在我眼中是不存在的人，所以川普才会着急。例如说，他第一时间的时候就邀请习近平到中国来访问，那中国没有回应哦，因为你看到回应都是彭博社美国的媒体出来的。不管是韩正啦、王毅啦、蔡奇啦，都是他们自己在那边玩猜的。但是中方是一个回应都没有，连都没有，连这么一点声音都没有。那后来川普按耐不住了，在就职前3天打电话了。这个时候我才告诉你说王正去吧，韩正，那个时候才告诉你。然后接着呢，川普就马上又放话了，说他100日内希望能够到中国来访问。大陆也没有任何回应，一直到他就职的当天的时候，竟然是习近平跟普丁在台湾的时间就北京的时间，21号，其实就是这个美国的时间，他就职，2个人视讯了，而且是很正式的视讯。2个人视讯的时候谈了很多事情，那习近平也跟普丁分享，这个1月17号川普打电话给他谈了什么，而且给普丁分享更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他的看法是什么。一般来讲，一个大国的领导人不太容易会把对方，会跟对方告诉你说，我对于我的看法是什么。那是非常高度的政治价值，而且是由这个普丁的发言人对外公布的。那这代表什么？让你川普听。然后普丁跟习近平分享俄乌的战争，他的看法是什么？但是还是不把川普当作一回事。好，您看后来川普也耐不住了，就职之后第2天说，他如果接到北京的邀请函，他一定会去北京，也没有吭声。然后又问这个，然后回过头来他就去弄普丁了，说你如果不给我停战，我就要对你怎么样。普丁的叫他的发言人的回答更有趣了，你的特使我们没见到啊，那也就是说你的特使不得其门而入。
这么多天了，好几个礼拜过去了，你的特使连俄国的一个代表都对不上，那这代表什么？我把你冷落在哪里？川普已经坦白说，已经越来越没底气了，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2位领导人他们要玩什么。那这个就是代表中国大陆的手法，就是你不会知道我的反应的，你随便你玩，你好像一个跳梁小丑，在这个地方啪啪啪叫，这边叫一声，那边叫一声，这边我要对你课关税，然后那边我要跟他是我的好朋友啊，这个我是怎么样，一直在玩，玩完了以后，大陆就说，然后你要干嘛？因为大陆要问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谁说了算？是你川普说了算，还是卢比欧说了算，还是沃尔兹说了算，还是你的国防部长说了算？你要告诉我是谁说了算？那如果说，因为卢比欧在第2天就跟 QAD 的3位外长就已经开会了嘛，那很明显的，他延续的是拜登的政策。接着我们看到，他马上又跟菲律宾的外长打了一个电话，菲律宾的防长到了美国去，又跟美国的防长有谈到，然后又说美菲的共同防疫条约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些手法很明显的都是拜登的政策的延续。对于北京来说的话，你现在到底是拜登的部长，还是川普的部长？还是第1任的川普部长，还是第2任的川普部长？这个有差。所以你觉得这一些都是北京要求川普在访问中国大陆之前，要先去决定，要先去确定的事情。你要确定啊，因为中国大陆跟北京，大陆跟莫斯科，他们在共同推的一个是元首引领，其实就4个字：元首引领。也就是说，我们大国之间的外交由元首来谈定，底下的人就是执行者，不会是由底下的人来这边主导政策方向。川普第1任的时候，不是川普是决策者，事实上是庞贝奥是决策者，波顿是决策者，绝对不是川普。所以川普恨死这些人了，因为他被他们害了。那现在川普也是希望他能够展现是元首引领。你觉得他能够成为真正的决策者吗？到目前为止，第2任是绝对可以，但问题就在于他如何去修理他的部下。现在的情况是，卢比欧跑到前面了。卢比欧跑的如果是川普受益的，那川普就是2面人。那中国大陆对不起，那我不跟你打交道了。我不想再跟你耗时间跟你玩了，因为第1任的拜登已经玩得累死了，浪费我很多时间。那如果你川普还是搞这一套玩意，那对不起，我不会再跟你玩。所以我个人认为，现在的情况是，川普如何展现他是一个元首引领，他说了算。那也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有一天能够跟习近平2个人坐下来谈定的事情，下面如果不做的话，那中国就告诉你说，你不够格当领袖，你不够格当领袖，你就不够格跟我习近平对话。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大陆现在的一个做法，我觉得越来越明白，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不够格的领袖，你就没有资格跟我对话。你要成为要跟我对话的话，你就是一个能够元首引领的领袖，也就是你说了算。